欢迎来到小韩说故事。今天分享的故事是：好兄弟叫我陪他妈妈送货去西藏，途中务必照顾好他妈妈。我叫袁华，好兄弟李明突然打电话给我，让我这个国庆陪他妈妈去西藏一趟。啊，陪你妈妈去西藏？你是不是说错了？我有点摸不着头脑。我没有说错，就是坐大货车过去，跟我妈一起去送货。李明无比肯定地跟我说道。不是，叫我陪你妈妈去西藏送货，那你呢？还有你爸呢？你们父子俩干嘛不陪你妈去？我有点不爽，好不容易国庆放7天假，打算回一趟老家的，我要陪我女朋友啊，你又没有女朋友。至于我后爸，李明跟我说了一大堆。原来他家是做服装生意的，公司规模不大，以往送货都是他母亲和他的后爸一起去送货，然后再从西藏运一批服装首饰回来售卖，这样一来一回，不但可以节约成本，而且自己人运输结账也放心。这一次他后爸突然犯了阑尾炎，去医院动了一个小手术，要住院1个星期左右，之后还要静养1个月。西藏那边的经销商催货催得紧，本来李明后爸准备请一个货车师傅的，但是他母亲舍不得这钱，这大货车进西藏，一来一回都要好几万，关键是运货回来他们不放心，必须要亲力亲为。权衡利弊下，李明后爸同意了让李明母亲秦梅独自一人开大货车去西藏，但是李明不放心，川藏线很危险，路途遥远，一个女人家独自前去，谁放心得下呢？可是他又要陪自己女朋友出去旅游，思索再三，决定求我帮这个忙，让你家的亲戚陪阿姨去一趟西藏不就行了吗？干嘛非要我去？一听到李明说他母亲会开大货车，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李明妈妈是一个长得比较粗糙的女人。在我们日常的观念里，开大货车的走南闯北，经常熬夜，没几个是不粗糙的。而且从江苏到西藏，一来一回，加上途中休息的时间，最起码要10天的时间。这10天，我要跟一个40、50岁的粗糙女人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共同度过，想想我就头皮发麻。袁华，到底是不是好兄弟？这一趟不会让你白跑的，还有2万块报酬，你干不干？一听到有钱，而且还是2万块，我立马心动了。行行行，我去还不行吗？等我回来了，你必须请我去洗脚。我说道。嘿嘿，没问题，别说洗澡了，去会所泡妞都不是问题。晚上有没有时间来我家吃顿饭，正好认识一下我妈。晚上我随便买了点水果去李明家，李明家住在一个比较好的小区内，我顺着地址来到他家门口。叮咚，我按了一下门铃，咔，门被打开，映入眼帘的是一位身穿旗袍，身材饱满，风韵十足的女人。这女人看上去40来岁，保养得极好，她化了一个精致的妆容，美丽的五官搭配她那一身的穿着，简直可以用国色天香4个字来形容。我当时被迷住了，从没见过如此美丽动人、韵味十足的女人。她简直就像一颗熟透了的水蜜桃，轻轻捏一下就会爆汁水的感觉。不好意思，我走错门了。我有些害羞的道歉。李明说他今晚只有他们母子俩在家，这个女人不可能是李明的母亲，哪有跑大货车的女人长得如此水润动人？你是袁华吧？女人面带微笑，上下打量着我问道。对，我是袁华，请问您是？我是李明的母亲。秦梅，你没有走错门，进来吧。秦梅风情万种地冲我一笑。我当时感觉有点懵，一时间反应不过来。这李明的母亲跟我想象中的差别也太大了吧。直到我走进屋内看到李明，我才确定眼前这位风韵十足的女人就是李明的母亲。只是李明这家伙长得那么猥琐，他的母亲居然是一个美丽而又动人的熟女。一想到要跟这么一位动人无比的熟女共度10日，我的心脏忍不住突突直跳，甚至脸颊都有些发烫。我喊了一声阿姨，然后将带来的礼物奉上。你这孩子，来就来，
带礼物来干嘛？秦梅有些心疼地埋怨了我一句。这时，李明来到我跟前，用胳膊顶了我一下，说道：“怎么样，袁华，我妈长得漂亮吧？这下你愿不愿意陪我一起去西藏？”我被李明调侃得面红耳赤，最后还是秦梅帮我解的围。这一晚，我陪李明母亲喝了一点酒，秦梅全程面带微笑地看着我。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我居然从她的眼神里能够感觉到她对我有兴趣。晚饭快要结束的时候，我主动说道：“阿姨，这一次去西藏，我一定会用我的小命来保护好您的安全。”好，那阿姨就拜托你了。秦梅轻轻擦拭一下她的烈焰红唇，微笑回道。很快，日子来到了国庆放假的前一天晚上，我来到李明家的小厂房，货物都已经装在大货车上了。我跟着秦梅一起上了大货车，前往西藏。今晚的秦梅穿着一件宽松的休闲服，即便如此，她那饱满的身材依然将休闲服撑得凹凸有致。车厢内布置得跟大姑娘的闺房一样，床和窗帘都是粉色的，里面还有一些生活用品。总而言之，布置得很精致。车内充斥着淡淡的女人香味，这是秦梅身上散发出来的。可能是我有点紧张，秦梅突然对我说道：“小华，你要困了，去座位后面的床上睡一觉，距离川藏线还有一些时间，没必要时刻警惕。后面的被褥是我新换的，不要嫌弃呀。”不，阿姨，我一点都不嫌弃，你这里装扮的比我那猪窝好多了，我怕弄脏了你的床。我赶忙回道。秦梅扑哧一下，她这一笑，在路灯的照耀下显得妩媚无比。火车开到一个红绿灯路口停了下来，秦梅突然问我：“你来之前，李明有没有跟你交代什么呀？”问这话的时候，我明显感觉秦梅的神色有点不对劲，里面掺杂着少女般的害羞，还带着一丝春意。她让我好好的照顾您，不能让您受到一丝的伤害。就在我说完这句话，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拿出来一看，是李明给我发的短信，内容是：“好兄弟，这次你和我妈的西藏之旅，我要拜托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”什么事儿？我回复：“请你帮我生个弟弟。”看到这则消息，我一时间有些蒙圈，好一会才反应过来，让我帮他生个弟弟，这狗东西！我拿你当兄弟，你却拿我当爸爸呀！这是要我跟他妈妈发生关系的节奏啊！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秦梅，而此刻秦梅的目光也正看向我，我的心差点从嗓子眼蹦出来了。她看我的目光温柔而又妩媚，简直勾人魂魄。好在这时候红灯变成绿灯，后车按了一下喇叭，我吓得一激灵，赶忙收回目光，回复李明：“你小子是不是在给我下套？”李明跟我解释了一大堆，原来他们家的产业全是他后爸的。这些年，他后爸跟他母亲一直想要个孩子，努力了2、3年都没有结果。要是他母亲再怀不上孩子，可能他们母子俩就要失去现在丰富的物质生活。聊到这里，我更加不明白了，于是我回复道：“你爸妈他们可以人工受孕呢，为什么非要我？而且你可是我好兄弟，我怎么可以当你爸爸？给我滚粗！我后爸得了不孕不育症，那方面是死的。医院里的男人精华裤还不知道是什么质量，与其便宜外人，还不如便宜自己人。主要是你这小子长得人高马大，还有点骚气，我妈也有点看上你了。放心吧，我是不会介意的，这事情也是经过我后爸的同意。只要你能够成功让我妈怀孕，后爸会奖励你5万。”我真是服了李明这一家子人的骚操作了，这一切都算什么吗？不过听到还有钱拿，我内心一下子又活络了起来。我故意嘴上在拒绝，可是我的内心正在疯狂的接受。秦梅实在是太诱人了，能够跟这种成熟的少妇睡一觉，不知道有多美。最后，在李明疯狂的哀求下，我勉强选择了答应。小华，你跟谁发信息呢？秦梅再次打破沉默问道：“我在跟李明发信息，他让我们一路上注意安全。”我赶忙胡编回道：“就这些吗？他没有跟你说其他的？”不知为何，
我现在感觉整个车厢内都充斥着暧昧，秦梅身上的香味不停地往我鼻子里钻。看着她的侧脸，还有她饱满的身材，我感觉体内的血液都在沸腾。她跟我说了一些其他的，着重强调让我好好照顾你。这种话不能说明，不然会很尴尬的。路途这么遥远，我可不想刚出发就陷入尴尬的境地。秦梅似乎明白我话中的意思，大家彼此心照不宣，让这种暧昧的气氛尽情的渲染。秦梅驾驶着货车继续行驶，很快我们来到了高速。上了高速之后，车子就可以一路驰骋。小华，陪阿姨聊聊天吧，阿姨怕自己长时间开车，大脑会分神。秦梅开口说道。好啊，阿姨，我笑着回道。一时间我都不知道跟秦梅聊些什么。小华，你有女朋友吗？没有，我老实回道。骗人！你小伙子长得高大帅气，怎么会没有女朋友？你是不是故意骗阿姨？秦梅全程嘴角带着笑容，目光看着前方。阿姨，我真的没有骗你，主要是我之前当兵去了，部队里又没有女人，出来后直接工作，没时间谈恋爱。看我说话言语比较真切，秦梅居然露出一丝窃喜的表情。那你有没有跟女人发生过实质性的关系啊？秦梅突然问道。我被问得老脸一红，摇了摇头，甚是尴尬。我今年23了，连女人的手都没摸过，真的很失败。本来想借着这次国庆放假机会，一起去会所把这该死的童男之身给破了，没想到居然要陪好兄弟的妈妈去西藏。还没呢，我老脸一红，尴尬的回道。那你可要加油啊，阿姨觉得你不错呢。秦梅冲着我妩媚一笑，她这一笑弄得我心里痒痒的，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是让我泡她吗？这次国庆长假耽误你玩耍的时间了。秦梅突然有些歉意对我说道。没有的，阿姨，陪您对于我来说一样重要。我赶忙虚伪地说了一句。真的吗？阿姨在你心中的地位这么高呀？秦梅对着我甜甜一笑，那笑容犹如少女一般。当然了，阿姨，我和李明是好兄弟，他的妈妈就是我的妈妈。秦梅被我说得咯咯直笑，说道。不过你放心，阿姨会补偿给你的。秦梅这话说的我食指大动，脑海里又开浮现李明跟我聊的内容，让我在路途跟他妈妈发生关系。越想我就越发的感觉刺激无比，这种经历恐怕全天下没有几个男人经历过吧。我的余光不受控制地看向秦梅，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。小华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是不是嫌弃阿姨呀？秦梅见我不出声，有些委屈地问道。不，阿姨，你长得这么好看，是我见过最有女人味的女人，我怎么可能会嫌弃呢？我生怕秦梅生气，赶忙回道。还好，秦梅没有生气，反而有些娇羞地轻笑了起来。你这孩子，阿姨已经老了，哪有什么女人味哦？阿姨，你一点都不老，你是我见过最年轻的妈妈。我的嘴就跟抹了蜜一样，不受控制地说好话。秦梅似乎很久没有听到有人赞美她，她的嘴角一直都噙着笑容。你说阿姨好看，到底哪里好看了？你要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我就当做你说谎。我赶忙将秦梅身上独有的特质给说了出来，无非就是长得好看、气质好之类的，就这些吗？还有，阿姨，你的身材是我目前见过最水润、丰满的，我没有亵渎你的意思，是发自内心的认为。我有些害羞地看着秦梅，生怕她说我是个浪荡子。秦梅微微咬着嘴唇，对着我微微瞪着她的秀目，贫嘴。伴随着聊天，我也越来越放开，不再那么拘谨了。秦梅比我想象中要开放，感觉她的性格和脾气都很好。对了，阿姨，差点忘了告诉你了，其实我也会开大货车。我以前在部队里面学过避障，你要是开累了，我可以换你开的，我已经把驾照带来了。听到我会开大货车，秦梅显得很兴奋。真的吗？小华，你真棒！这突如其来的夸赞，让我有点受宠若惊。小华，你先到后面睡一会儿，4个小时后你来换阿姨开。
这次我没有拒绝，脱掉鞋子，爬到车后座粉色的小床上躺了下来。床上的被褥真的很香，我戴耳机开始入睡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突然感觉大巴车停了下来，这时我听到秦梅喊我：“小华，小华。”见我没有答应，秦梅便不再呼喊了。我迷迷糊糊地摘下耳机，准备回复秦梅。当我起身的那一刻，我看到秦梅正在解下自己的裤子，即便灯光很昏暗，我依然能够看到秦梅那雪白的。紧跟着秦梅手里拿着一个尿壶，蹲了下来。这还是我人生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看一个女人小姐。视觉上的冲击，再加上哗啦啦的流水声，我体内的血液再次沸腾。怪不得刚刚秦梅在小声的呼喊我，原来是怕我突然醒来看到她。或许这就是开大货车司机的痛苦吧，解决大小便这块真的不方便。有的时候好几百公里都碰不到一个服务区，只能在车上解决。男的可能还方便一点，女的就不好说了。有的大货车司机经常佩戴成人尿不湿的，像秦梅这种偶尔跑一次，在这方面没有准备好。我赶忙轻轻地躺下来，装作什么都没看见。我听到悉悉索索的声音，这是秦梅正在穿裤子的声音。又过去2个小时，车子来到服务区，秦梅把我喊起来，脸色微红地问我要不要方便一下。我看了一眼秦梅，一想到她小姐的场景，我的脸不自觉地红了。我和秦梅下了车，在服务区里随便吃点东西。吃完后，秦梅让我在周围转转，吸吸新鲜空气。等会儿我来开车。于是我去一趟厕所后，随便转了转，然后上车。打开车门的一瞬间，我看到了香艳的一幕。秦梅正赤着上身，用毛巾擦拭着自己的身体，洁白的肌肤，丰满的，直接被我看得一览无遗。对不起，阿姨，我什么都没看到。我赶忙下车，关上车门。大概过了5分钟，秦梅端一盆水下来，泼洒在地上。小华，上车吧。秦梅对我诺诺地说了一声。阿姨，你先上车躺下来，我抽根烟，待会儿上去。秦梅似乎明白我的意思，便上去。我哪里抽烟啊，只是怕尴尬，看到秦梅当着我的面脱衣服睡觉。过了一会儿，我直接坐在主驾驶位上，此刻秦梅也已经躺在了后面，身上盖着薄薄的被子，2条修长而又美白的腿露在外面。想不到我这位未来丈母娘的腿居然比雅茹的腿还好看。那个，阿姨，我刚才不是有意偷看的，我解释了一下，怕秦梅误会。没事的，小华，阿姨知道你不是故意的。秦梅悠悠的声音传来，她的声音突然变得很酥，听得人心里痒痒的。小华，我先睡了，你开车的时候注意安全。遇到不好开的路段可以把我喊起来，我来开。好的，阿姨，你睡吧。车厢内再次陷入了安静。我一直开到天亮，秦梅一觉睡醒了，坐起来伸了个懒腰。我透过车内的后视镜，正巧看到了秦梅的身姿，饱满而又挺拔的胸部，傲然无比，凌乱的头发配合她美丽而又慵懒的容颜，真是令人垂涎3尺。秦梅掀开被子，我这才发现她只穿了上身睡衣，下面只穿了内内。我看到了她内内的颜色是蕾丝黑色的，她的神秘处看得我心潮澎湃。秦梅脱掉睡衣，换上一件休闲的短衬衫，整个过程都被我尽收眼底。小华，你肚子饿了没？我给你下碗面条吧。秦梅妩媚的身姿爬到副驾驶，眼神带着丝丝春意看着我。我肚子还真有点饿了。那就麻烦阿姨了。车内带着电锅，秦梅开始下面条，而我则是将窗户打开，正好前面不远处就是一个服务区。等车子开到服务区，秦梅的每条也下好了。秦梅给我盛了一碗香喷喷的面条，下了肚子，我顿时感觉浑身舒坦。小华，阿姨下的面条好吃吗？阿姨，你下面真好吃。我嘴里包着面条，支支吾吾地说道。说完后，我才意识到刚才说的那句话有问题。小东西，大清早的，占阿姨便宜啊。秦梅嘴角噙着笑容，对着我的脑袋上刮了一下。
不知不觉又过了12个小时，我们终于行驶到了川藏高速。这2天，我和秦梅的感觉在潜移默化中快速发展。我感觉秦梅真的很温柔，很体贴，说一句不知廉耻的话。我感觉我好像喜欢上了她。她给我的感觉既不像长辈，又不像同辈，她的温柔跟水一样，让我内心感到无比安宁。这是其他女人不曾给我带来的。其实我也能感觉到秦梅对我也有意思，虽然我俩彼此都知道这一路要发生关系。就是这种心照不宣、顺其自然的感觉，令我感觉很美妙。可能是内心的责任感在作祟，我开车的时间越来越长。这一切都是我主动要求的。有时候我能够感觉秦梅在心疼我。每隔3个小时，她都强制性让我休息，休息下来后，她要么给我泡茶水，要么给我捏捏肩、捶捶背。刚开始我有点不好意思，慢慢的我也开始享受这种快乐。而我也在这个过程中大胆地去摸秦梅的手。川藏高速是一条危险的路段，首先是这条路修得不怎么齐全，其次是担心半路有人打劫，道路连边都是一望无际的草原，戈壁，就连手机信号都不齐全，一旦在这里被人打劫，劫才算是小事了，就怕连命也丢在这里。然而，怕什么来什么，我当时正在入睡，秦梅突然把我喊醒：“小华，小华，快起来，前面有关卡！”关卡！我一咕噜地爬起来，穿好衣服。果然，前面真的有一个关卡，那是用木头桩堆起来的。关卡前面站在这4位大汉，不出意外，这几人一定是打劫的。怎么办？小华，我跑了这么多年的川藏线，从来没有遇到过。我明显感觉到秦梅有些紧张，我让秦梅把车停下来，换我来开。我当过3年的兵，在部队里学过格斗打人技巧。自从退伍之后，我也一直坚持锻炼身体，可能体能有点下降，但是格斗技巧还在。只要对方手里没有家伙，将他们放倒不成问题。而且我事先也有准备，提前买了一瓶辣椒喷雾放在包里。小华，要不我们掉头回去吧？等这帮人离开了，我们再开过去。秦梅话音刚落，就听到砰的一声巨响，完了，车胎爆了，爆的是前胎。好在车速不快，我急忙踩刹车将车子给稳住。只见不远处的4位大汉立马上了一辆小车子，向我们这边开了过来。很快，车子毕竟4个人都戴上头套，没人手上拿着一把刀。下车，下车，快给我下车！那帮人不停地在下面叫嚣着：“快，给你们3分钟时间，要是不下车，我就货车车胎全部扎爆！”见此场景，秦梅已经吓得脸色苍白了。阿姨，你待在车上不要下来，把我的背包给我，我下去看看。秦梅长得又漂亮又妩媚，我怕这帮家伙看到秦梅色性大发，抢了我未来丈母娘。说话，这几天我真的爱上了秦梅，内心深处把她当成我半个女人了。这种情况，我是绝不会自己的女人受到伤害的。小华，你不要下车，问他们要多少钱，给他们就是。我苦笑了一下，这帮人哪有这么好糊弄的？没事的，阿姨，别忘记，我可是当过兵的，这帮杂碎奈何不了我。而且，我绝不允许任何男人伤害你。我这话说得坚定无比。危急面前，我也真情流露了。秦梅将背包递给我，小华，答应阿姨，他们要是对你动手，你就跑，不用管我。我对着秦梅微微一笑，将背包背在前面，一只手伸进背包内，然后打开车门走下去。小子，我们也不跟你绕弯子，10万块我们就放你过去，不然在这毫无人烟的地方，我们宰了你也不会有人查到我们头上来的。其中一个大汉不停地比划着他手里的刀子威胁我。10万块是吧？可以，我马上转账给你们，不过我没有现金。微信、支付宝可以吧？此刻我也有些紧张。狗东西，微信、支付宝，你是想让我们留下作案证据吗？说话间，其中一个大汉开始往车上爬。卧槽！
这里面还有个女人，这女人长得真骚啊！那名大汉兴奋地喊着。另外3名大汉一听到女人，眼睛都在放光。把女人拽下来，老子看看有多骚！那名大汉爬进车厢内。不一会儿，我又听到秦梅发出抵抗的声音：“马德，敢咬老子，看老子弄不死你！”啪！我听到一阵清脆的耳光声。不知为何，这一刻我心痛无比，胸中的怒火在疯狂地燃烧。我掏出背包里的辣椒水喷雾，对着那3名大汉狂喷。辣椒水喷进他们的眼睛里，3人顿时痛苦地捂着眼睛，大喊大叫。趁此间隙，我快速地夺下其中一人手里的刀，扎向那人的腰子，同时将那人放倒，对着他脚部根筋猛地一划。那人捂着腰部，疼得在地上打滚。紧跟着，我又快速解决掉另外2个家伙，当然不是杀了他们，而是将他俩打晕。一切弄好之后，我爬上车内，发现那个家伙居然在撕扯秦梅身上的衣服。秦梅不停地拍打痛哭：“你混账！”我直接被愤怒冲昏了头脑，拿出口袋里的手机，对着那人的后脑不停地捶打：“让你碰我女人，让你碰我女人，让你碰我女人！”也不知打了多久，车厢的被褥上溅的都是血。那人也被我打得晕死过去了。我将他扔下车，然后无比心疼的一把抱住秦梅，抚摸着她的脑袋，安慰道：“不用怕，有我在，有我在。”秦梅紧紧地抱着我，好一会儿才缓过来，看着她楚楚可怜的样子，我心疼无比。之后，我将那几个人拖得远远的，然后将他们的轿车也开得远远的，倒了些柴油在上面，一把火给点燃，顺便将那些溅满血的被褥扔到车上给烧了。我花了40分钟时间把轮胎给换了，撤掉关卡，开车离去。一路上，我让秦梅将车厢擦干净。等开到服务区的时候，已经是深夜了。我和秦梅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了下来。经此一役，我和秦梅之间的感情直接得到了升华。我俩之间的那层窗户纸彻底被捅开，秦梅直接爬到我身上，双臂缠绕在我的脖子上，亲吻了上来。而这一刻，我内心的情感也彻底爆发了，激烈地回应着她。接下来的时光，我直接把秦梅当作我的女人，而秦梅也把我当作她的男人。第6天，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。令我感到奇怪的是，这6天，李明没有跟我发一个短信，就连他的后爸也没有打电话给秦梅。还是在交货的时候，秦梅主动打电话过去，2人才聊了一会儿。第7天，也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，李明给我打电话，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和他妈妈的关系发展的怎么样了。他告诉不要有心理负担，这件事也是经过他后爸的同意。我心里有个屁的负担，直接回复：从现在开始，你可以喊我义父了。李明发了一个鄙视表情过来。就这样，我和秦梅无比恩爱的在西藏玩了3天。至于公司那边，我直接离职不干了。第11天，我和秦梅带着一车西藏当地的服装首饰以及一些独特手办之类的，向回家的路开去。我俩足足开了8天才到家。这8天是我和秦梅度过最快乐的日子。小小的车厢就像是我俩的家一样。白天我开12个小时，晚上不开车，我俩拥在一起睡觉。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。终于到家了，秦梅对我恋恋不舍，我又何尝舍得呢？当天晚上，李明和他后爸为我和秦梅接风洗尘，他后爸的身体也康复得差不多了。就在我以为我和秦梅的关系到此为止了，10个月后，一道令人兴奋的消息传来：秦梅和她的现任丈夫离婚了，原因是秦梅生了一个儿子。她现任丈夫直接给抱走了，把分公司给了秦梅。当然，有个要求，就是不准秦梅再去找他，更不准他们母子相认。秦梅答应了，她直接把这个消息第一个告诉了我。说实话，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秦梅，虽然她的年龄比我大20岁，但是不妨碍我俩彼此相爱。就这样，在好兄弟极其反对的情况下，我和秦梅结婚了。
我还成了公司的老板，和秦梅母子俩共同管理这个公司。